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的包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空中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道歉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转型之后的喜感又提升一个档次了，谢谢这位观众的回馈。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最中立的中间选民波特王。但我得跟各位说啊，要当中间选民，带各位实习当中国人，还真不容易。我在宣扬中国社会多暖心，却遭到 YT 百般阻挡，直接就连吃2只黄标，我不服！为了支持主流民意，我不会退缩的。目标成为台湾最专业的中国实习生导师。但各位记得看影片同时，也要帮我按赞加留言，可以分享影片连结给你身边的朋友更好。那本周将继续带各位一起来关心当前台湾主流民意最向往的国度——中国。要说这周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皇帝习大大于9月3号军人节进行大阅兵。该场活动更是聚集了当前邪恶轴心国的领导人，像是俄罗斯普丁、北韩金正恩、白俄罗斯卢卡申科、伊朗马苏德等人都来了，甚至连最近自家国内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印尼总统也去参加。帮各位补充一下，此人正是过去参与印尼1998排华事件的重要推手之一。这样的人居然也被邀请去参加，可见我们习总的宽容与大度。但说好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呢？怎么不诛还请来吃饭啦？一行人还上演了共同走红毯的世纪同框，普丁跟金正恩分别陪伴在习总两侧，担任左右护法。大家有说有笑的，但到底在聊些什么呢？相信各位观众也好奇，想要加入一起笑。马上来听听他们讲到什么会这么开心。Да, еще Коля, Пакистана сейчас都不是春天代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递质，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另外可以活到150岁。原来是在聊怎么割韭菜的零件啊！不愧是习总，如此暖心。刚刚这段普丁透过翻译跟习大大聊天的内容啊，虽然有可能是忘记关麦，一时不小心被转播出去，但我认为也有可能是中共刻意将这个讯息散播出去，因为这样等同是在告诉世界各国，我不会轻易退位。对此，各大外媒也都在报道讨论这件事。习总还笑着告诉普丁，以前人们很少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就还像个小孩一样。俗话说，人生70才开始。没想到习总换了个方式，将这句话彻底实现了。而且看得出来，习总是位乐于分享的人呢。假贺道修博，果然是掏心掏肺的好朋友啊！这段对话也让我马上想到数个月前的另一段影片，是一位中国的医师宋图润在讲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他说明婴儿肾在移植手术上的优点，并称新生儿的肾脏非常好，将婴儿当成零件供体。其实婴儿肾移植这个是分2块哈，第一块呢我们就说这种婴儿共振，特别是这种新生儿共振啊，因为确实我们在做肾脏移植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器官的匹配，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血型啊、H2 配型呢，其实这个器官的大小匹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成人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个相对就体积的匹配，比如说肾脏可能不能用太小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个体重非常大的一个成年人，或者比如说把非常大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一个个体非常小的这种病人，这种它都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但具体到比如说这种婴儿或者新生儿这种共生呢，它和成年人这种共生呢又不太一致啊。因为这种新生儿的共生呢，特别是像比如我们自己做的，我们都做的那种，比如说早产儿刚刚出生，比如说几个小时这种，我们也做过啊。这种呢就是婴儿共生它本身这种肾脏其实质量是非常好的，因为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这种耐缺血时间的那种能力比成年人的共生要好得多。第二个呢，这种肾脏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再生能力。就是如果说它移植给了一个受体之后，这个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肾脏会迅速的长大。一般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呢，大概就是6到9个月，它就会长到一个接近成人的大小。
大家都知道，中国器官移植市场规模非常庞大，至今仍然持续，所以也才会有《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揭露中国的黑幕。那话说回来，看习总跟普丁说70岁还是个孩子，我认为他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更换过的那些零件来源，可能还真的就是个孩子。习总今年72岁了，我想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想说，大不了再撑几年，等他年纪大了就不行了。殊不知，习总一把年纪了，却是人老身上器官不老，如此擅长保养身体啊，还有着打算活到150岁的目标，为了中国鞠躬尽瘁，继续力拼，带领中国人70、80年。中国人太幸福了，暖心，居然还可以继续活在长达80年的独裁生活啊！不，我是说，居然还可以继续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能这样享受习总带来的稳定低薪统治、英明领导，中国人就偷着乐吧。我推估了一下，我正常人类寿命大概剩余40年。我想等我登出人生 online 的时候，习总都还没登出，佩服佩服。也顺带一提，这件事其实早在2019年9月就有所耳闻。当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打广告宣传，说要让中共领导人延寿目标为150岁。那我们搭配着来看习总说的150岁，再搭配中国医师说的婴儿零件，我觉得中国人的好日子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刚那段画面流传到外网之后，中共政府的反应是相当低调，没有对此说明回应。但我这几天上网有发现，有一些小粉红会在那边洗地，说刚刚那段是 AI 生成的，那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普丁本人帮大家解惑了。后来普丁在北京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亲口证实了这一段对话是真的。除了路透社文字报道有记录普丁说自己记得这段对话，相关采访片段画面也都被记录下来。记者确认完有这件事情之后，还问普丁说：“你真的认为人能活到150岁或更长吗？”普丁则回复说：“这一段对话是他在参加阅兵的时候，由习主席亲口谈到了这件事的。这整件事已经地狱到不需要嘲讽，也很嘲讽了。一群法西斯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喊着反法西斯。俄罗斯更是在场目前正在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也受邀去参加这个名义上主打反侵略的纪念活动。可见墙内世界就是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呢。当科技遇上集权，人类的道德底线荡然无存。”而且别忘了，先前我们聊到了9月1号，中国开始强制缴交社保了。之前带各位了解过，中国有一大票基层人民与劳工朋友都缴不起，很多中小企业还干脆直接把公司收起来不干了。中国有6亿人，月收平均才1000块人民币，但这场中共举办的大阅兵却花费至少360亿人民币，将近1540亿新台币，完全忽视中国人民失业与经济问题。说实话，我是蛮好奇翻墙来看的中国网友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欢迎留言分享啊！如果是小粉红要留言洗地也可以啦，我会看一下你们怎么洗的。那中共阅兵秀完肌肉之后，隔天中国的军工股表现，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好久没做测验了，马上来个小小的鲁共水塘考。选项 A， 中国大秀军武，世界各国瑟瑟发抖。隔天中国军工股大涨。选项 B， 中国大秀军武，中国人民自己也被吓到，中国军工股大跌。来，大家作答一下，选好了吗？答案是军演完，中国军工股大跌，一泻千里。只能说股市的反应是很诚实的，因为每位投资人都是用真金白银在投资，没人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这场军演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买账，中共越是强大，中共对中国人的控制也会越来越严谨，中国人生活也只会越来越辛苦。社保问题不解决，选择继续割韭菜，花大钱阅兵，还在阅兵上和他国独裁者讨论该如何割韭菜零件，更要命的是，还得知习总打算活到150，等于他要续命再活80年，光想就有够绝望。然后不知为何，台湾是没有像中国那样举办阅兵啊，但台湾的军工股却大涨，市场的反应也是蛮有趣的。那不知道大家对于本周讨论的事件有何看法？有没有让各位更了解如何实习当一位中国人呢？有任何意见，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多人会选择中共，应该是想到远亲不如近邻吧。如果台湾发生什么事，美国要来救命都要花几天时间，反而中共就在隔壁，有事就需要一点时间就抵达了。地理位置的部分啊，不能说你错，但问题是制造问题的就是中共。你这逻辑就像是你家门外有一位手上拿刀打算对你不利的人，同时另一座城市也有一位手上拿着刀的人，但那位没有要对你不利，不会逼你说你是他的人，可是你却选择对那位要夺你命的人说远亲不如
近邻，你手上有刀，不然你来帮我吧。你的逻辑就是这么混乱不堪啊！你要他救你命，但旁人都看得出来，对方是要你的命。你是无敌的，因为人自贱则无敌。谢谢你。那我想你是无耻的，因为你很无耻。对，就是这样。但我可不敢说自己无敌啊！我再无敌，也差不多是70、80岁人类平均寿命左右就登出了。而习总可是要活到150岁的男人，他的寿命直接打算要活你我的2倍，等于2条命，那才够资格叫无敌好吗？青鸟男神好帅，严正声明，我已经不是青鸟了，我现在是金鸟。但你的审美观，我认为还是没问题的。726我开心一次，823再开心一次，让你们继续抗中保台啊！你们本来就是中国人，虽然台湾主流民意不排斥当中国人没错，但目前就还不是中国人，也因此我节目才会改为带大家实习如何当一位中国人。你都专程翻墙来我版面留言了，虽然你连选票都没投过，但你高兴就好。我说了，我会尊重台湾人选择嘛。IPEC 创办人也说了，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看我影片实习完还想当中国人，那就说明他对中国是真爱了。这样的话能不尊重吗？管他妈妈嫁给谁？不过你名字怎么打日文啊？他不是说中国人？抓到辱华了。看了一下这假账页面，还写自己是新亚洲男孩，小心点啊！还敢叫自己男孩？等等，中共摘零件，第一个就摘你这小男孩。反共爱台湾等于要无脑支持民进党，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虽然你的留言的确是蛮无脑的，没错，但我绝对没有要你无脑支持任何政党啊！我很好奇你这结论怎么来的？我影片都转型改教观众实习当中国人了，也没提到台湾哪个政党，你还在留言说反共等于要无脑支持民进党？你其实没看我影片吧？不过如果反共会让你想到民进党，不会想到反共等于支持其他政党，那你不就是在告诉众人说，你觉得台湾其他政党不反共？确实，在事实上也很难说其他政党反共就是了。毕竟国民党的洪秀柱都跑去参加中共阅兵了，这个你要告诉大家他们也反共，我想很难说服别人吧。很好笑，请问你们支持民进党的诉求是什么？我现在是中间选民哦，但我认为其他民党支持者会支持绿营的主要原因有很大因素是反共，不希望台湾被中共独裁政权侵略。举例来说，你想喝珍珠奶茶，结果只有一间店有卖，其他店都在卖别的饮品，那你是不是只能去那间店买珍珠奶茶？台湾目前就没有其他政党愿意公开表明反共，所以支持反共的才会在民进党。但这样也不等于是支持所有民进党推的政策哦，这样你能理解吧？然后我反过来问这位粉红一句啊，你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诉求是什么？是你乐于当习总的年轻零件吗？还是你就喜欢低薪高工时996？还是你就喜欢强国的科技与狠活，享受喝粪水？欢迎留言回答我。波奶王加油，八囧加油！虽然你有加入我频道会员，感谢你的支持，但拜托提到我名字时字打好。看了一下后台记录，你打错不止一次啊！固定有在看我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隔壁棚有一个跟我名字很像的比特犬了。我因为那只狗被误会多久，解释千百次，只是我没想到你留言下方连小粉都忍不住吐槽你，骂波奶王什么鬼？没想到居然是我的黑粉出来纠正我的频道会员，果然黑粉是最铁的。突然感觉这位小粉有点可爱，是怎么回事啊？虽然看了一下也是蛮空的账号啦，但你的第一则留言居然是替我说话，我必须就事论事。这边谢谢这位小粉红替我提醒其他观众，暖心。想看波特王穿比基尼，这样可以看到更多肌肉啊？不然，如果订阅今年有破120万的话，我可以考虑采纳一下你的建议。虽然很难啦，我一直被 YT 搞，订阅数上上下下的。下一则，如果波特王是 gay 的话，那我会成为第一位追求者。波特王好帅，多秀秀肌肉吧。先不说 gay 不 gay 的问题啊，你们这2位到底是在用什么眼光在看我的时事评论影片？我是 YouTuber， 不是 Pornhub 啊。全球这么多华人，你说辱华真是不好。我说辱华，但实则辱共。会说辱华，也是顺着小粉的口径来用魔法对付魔法。而且中共就已经绑架华人这个词了，连中华民族也是被创造出来的统战用词，不然之前根本就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字。你还在这跟我纠结辱华不辱华？习总都邀请主导印尼排华的人去参加93阅兵了，也没看你抱怨习总，那个才叫真的辱华好吗？当时也不只是辱
了，已经是图了。满嘴胡说八道的家伙。好的，谢谢你的自我介绍。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单次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运作，用一杯咖啡的钱帮这个老吃黄标的暖心频道。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